1974年，陕西临潼农民杨志发等人在村南柿子园打井时，意外发现了一些陶俑残片。不久之后，考古队员进驻村里，历经一段时间的发掘之后，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从此重现世间。如今的博物馆内还标识着当初那口井的位置。在秦兵马俑面世之后，便迅速名满天下。它不仅是响当当的国医，更是世界遗产中的一员。此外，还有世界第8大奇迹、21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等荣誉。我查了查资料，发现8大奇迹这个事儿在中国之外并无定论。那又怎么样？7大奇迹就剩一个胡夫金字塔了，其余的连实物都没有了。那让有实物的兵马俑往前递补一下，又有何不可？如今我们想去参观兵马俑，就直接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秦陵镇，导航兵马俑博物馆就可以。这个地方的客流量从来就没少过，不仅中国人前呼后拥，更有200多位外国政府领导来到此处参观访问，这就叫世界顶流。如今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不只是中国闻名世界的文化符号，更成为了当代中国人之间极为流行的社交密码。大家好啊，我是秦始皇，不对，我是徐公啊。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2025年1月去的，冬天人流量也并不少，全价票120块一位，淡季旺季一个样子。刷票进门之后，可以先把导览图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布局。另外，此处的安检不让往里带无人机，在这边也没必要带，因为看点全都在室内，航拍根本看不见，还不如用手机拍。下面我们先进入秦兵马俑1号坑展厅，过了屏风往后走，发现正面的人非常多，但好在当时是淡季，起码你还能站得住脚，旺季就难说了。兵马俑博物馆一共给游客展示了3个坑，其中的1号坑是最大的一个，其总面积多达14000多平米，迄今只发掘了4000平米，出土了2000多件兵马俑以及20辆战车。至于未发掘区域的宝藏，那更是不计其数。其中的所有兵马俑都是面向东方，手执兵器的样子，说明秦始皇希望这支军队能永远震慑东方6国。而现实中的老秦人确实也在他死后纷纷面东，但是喜迎沛公。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期，王侯贵族死后通常都要安排人来殉葬，而在秦始皇的时代，为了彻底废除人殉制度，干脆就选用陶俑来替代人殉。而且这边的人俑是千人千面的，每一个模样都不一样，想来是各有各的脸模。站在最前方的兵卒个个有衣无甲，这些是陷阵之士，也就是秦军中的敢死队。仔细看发髻，发现他们大都说了偏髻，说明他们的地位并不高，积功封爵的是少数，大多数人则将默默战死，青史无名。但往后看就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人物，其中也有不少人梳偏髻，这就是刚才出现过的士兵。还有些人戴小帽子，也就是介泽，这种也是普通士兵。但有些人戴着单板冠，这些人就已经是军吏了，虽然只是最低级的军吏，但高低是个小领导了。他旁边的人戴着双板冠，比单板冠多了个中缝，这就是中级军吏，级别就要更高一些。此外还有一排是脸冲外的，这些人是保护侧翼的士兵。其实还有一种更高级的俑，叫做将军俑，不过现场很难找的。1号坑发掘了50多年，才出土了9个将军俑，散落在好几千个其他俑里，这能找出来就神了。所以待会儿咱们到博物馆区再去细说。后边有的地方还有马，兵马俑一定要包括马，但这个视角也根本看不清楚，所以也留到博物馆区域说。如果走到后侧，还能看到一些修复中的兵马俑，有兵也有马。其实我们看到的兵马俑刚出土时大都是碎片，后期要花很多时间拼接才能变成我们熟知的样子。个别的兵马俑身上还裹着保鲜膜，说明它出土不久，需要把残存的油彩保护起来，以便后期加固。附近还有一个场景，像是还在使用的工作区，现场摆着各种设备。它附近是另一片工作区，附近也有一些被捆起来的兵马俑，乍一看以为是穿背带裤了。看完兵马俑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。俑坑的4面各有5条门道，这是施工时的便捷通道，施工结束之后就用土给堵上了。
其中一些门道的附近还出现了修补破损夯土墙的砖墙，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批的砖墙。至于兵马俑站立的过道，则一共有9条，每条过道里共有4列并肩站立的兵马俑。此外，我们还能在现场看到一些秦代建筑的影子，但也仅仅是影子而已。其中立柱的痕迹是比较清晰的，立柱之上两方的痕迹则是断断续续的。再往上的那一层就是屋顶了。其实有些位置曾经是有棚木的，但现在只剩大黑印子了，这是棚木被火焚烧之后所留下的痕迹。根据检测结果显示，这些是秦末汉初时的残存物，所以呼声最高的说法认为，这个放火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西楚霸王项羽。棚木的上边曾经还盖着席子，如今这些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不过附近的一个土块上还残留着席子的痕迹，这个人字形的痕迹被称为席纹印痕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俑坑里边有很多被压出来的方形大坑，东一个西一个，这些就不是秦代建筑的痕迹了，而是汉代留下来的。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这边是风水宝地，所以死后都葬在这儿了。这些大坑就是那时候的棺材给压出来的。看完建筑，我们再看兵马俑的脚下，这是在夯土地面的基础上额外又铺了一层砖，这就是著名的秦砖，其外形朴实规整且质地坚硬，可以说是实用性拉满。最靠后的那几个探方看起来和别的不一样，这些地方也已经进行过了发掘。根据2005年的田野报告显示，这边所出土的文物一共包括2个大头，一类是铜制兵器，另一类是铜车马器。除了以上那2大类之外，还包括少许的骨器。待会儿我们能在后边的展览馆里看到其中的一部分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秦兵马俑的1号坑。现在我们直奔2号坑，它就在1号坑的附近。2号坑共分成4个方阵，分别是弩兵方阵、战车方阵、骑兵方阵以及车图长方阵。因为兵马俑复原的是军营，所以这里的车图一般理解为步兵和战车的组合。我们在战车方阵中能看到很明显的下陷痕迹，因为2号坑是整体回填后的样子，所以复原的是发掘之前的模样。还记得之前提到的棚木吗？1号坑的棚木被烧干净了，但2号坑这边还保留了一部分，但也已经朽烂坍塌了，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个样子。既然回填了，所以留给我们的看点也并不算多，只能在部分区域看到残破的兵马俑还有战车轮子的残迹。其实2号坑本身也并没有发掘太多，目前仍有很多未探索区域。此外，这边还有一些盗洞，不过这边的损失并不大，因为俑坑里并没有盗墓贼想要的金银财宝，这得去地陵核心区找。而相对比较规则的圆洞，则是近代留下的水井痕迹。看来想在这边打井的人也并不是只有杨大爷一个人，可偏偏历史就选择让他成为兵马俑秘密的揭幕人。后一个较大的区域是弩兵阵，弩兵阵的下方有好几个收纳箱，而且上面没有灰尘，说明这边的考古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现场有一些散落在地上的碎砖，这个还是秦砖。我们在1号坑见识过铺在一起的秦砖，现在见到了一些散装的，据说其中的一部分砖做得比较精致，上面还带着各种花纹。可惜这些砖距离我们太远，就没法近距离验证了。其余的方阵不必细看了，因为都是回填的坑，已经没有什么看点了。不过考古工作人员已经把看点从地下拿了出来，并陈列在了附近的文物区，我们过去细看一波。我们首先来看立射俑，这就是从弩兵方阵中出土的俑，造型是轻步兵的造型，身上没有穿太多的铠甲。至于他这个姿势，则是手持着弩准备发射的状态。与他同款的俑则一共有172个。下一组是鞍马骑兵俑，此类兵马俑在2号坑中一共出土了16组，其中所用的马是来自青海的河曲马，马身上有马鞍，但是没有马灯，证明当时的马具尚未发展齐全。骑士仅上身穿短甲，腰间有革带，其中一只手牵着马，另一只手则做握兵器状。然后是中级军力俑，此类俑全都身穿齐膝长襦，这是秦代军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长襦之外才是铠甲，这件兵马俑穿的是护胸甲，是由前边的方形甲片穿起来的一件胸甲。至于背部，则只有背带裤状物体，并没有额外的铠甲。
再往后是高级军力俑，也叫将军俑，这是秦俑坑中最高级的陶俑，总出土数量仅为个位数，其头戴双尾荷冠。所谓荷冠，就是以禾鸟羽毛为装饰的冠饰，以彰显武将的勇猛。而京剧中武将戴的雉翎明显与之异曲同工，在舞台演绎的时候，荷羽太短了不方便看，所以便换成了更长的雉鸡羽毛。其身上穿的长襦则要更加厚重一些，胸前还结了很多花结。他身上所穿的铠甲则是更精美的鱼鳞甲，双手则交叉于前方，未见有兵器。再往后是弩兵方阵中所出土的跪射俑，它和前边的立射俑不一样，除了姿势不一样之外，穿的也不一样。此类俑是穿着铠甲的，而且细节做得很到位，连鞋底子都做得细节满满。除此之外，这件跪射俑是目前出土的2000多个秦俑之中唯一完好的一尊，它能在这么多年的变动中被完整保留下来，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看完2号坑，我们奔向3号坑。首先我们来看正中间有一条斜向下铺开的墓道，它所正对着的就是车马房。这是一个方形的房间，里边出土过一辆双轮木质战车，以及4匹陶马、4尊陶俑，其中1尊为御守，3尊为军吏。它南侧的房间被命名为南厢房，是一个土字形房间，现场展示了一些陶俑。其实这个坑里还出土过一些陶马，除了车马房之外，就属这边有陶马了。这边出土的武士俑非常多，而且分列2侧，推测这边所复原的是军营中的议事厅。北侧的房间则被命名为北厢房，这个看起来比南厢房要小一些，屋顶为 T 字形，共出土过22尊武士俑以及一些动物骨骼，推测为军营内的宴饮或祭祀场所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所有的兵马俑坑。看完这些，我们再奔向文物陈列厅，其中的秦始皇陵发现展是不可错过的。进门之后，发现现场有一大堆人，反正这块对应的是秦国的发展史，不一定非得在这儿看，我们干脆直接快进到埋葬秦始皇的阶段吧。在兵马俑博物馆，我们就优先关注细节，将来到秦帝陵博物院再去关注完整的格局。在介绍秦始皇陵成员的时候，我们能在现场看到一块空心的方形石头，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老排水管之类的物品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这其实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岩柱，是地上建筑的残存物，后边展出了真正的排水管，看起来像是陶制的，而且中间的空隙要大得多。与它同时被陈列出来的还有铁栓板，也是给建筑用的。此外还有很多瓦片，但基本上都破碎了，不再是最初的形状了。但从现有的这些瓦片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初的字样来。再往后进入陵园营建篇，秦始皇陵前后修了39年，从他刚继位不久就开始修，一直修到秦二世时期才停工。现场出土的很多铁圈表明，很多参与修建的人都是带着铁制刑具的刑徒。另外现场还出土了当时的石柱杵，这石柱杵也太大太厚重了，它没有后世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花纹，纯粹就是厚重好用罢了。其他的构件中包括大量的带字秦板瓦，而且板瓦上的字不是在烧瓦的时候做上去的，而是后期刻上去的，而且这些字倒是不难辨认。其中的平阳驿板瓦上边就刻着平阳驿3个字，这些都是修陵人墓中的原物。而秦始皇的地宫中也有各级的百官机构，当然这只是对现实的模仿，而不是真的把文武百官给埋进去。这个说法不是开玩笑，商周时期是真用活人殉葬，而秦始皇则是用人俑和其他物品来充当活人的替代品。现场的某些残瓦片上就刻着各种官职的名字，这就是对官员的替代。下面是一件单独展示的袖手俑，其头上戴冠，冠带从下巴上系了个扣，他身上没有穿铠甲，而是穿了一件普通长袍，因为双手拢在袖子里，所以叫袖手俑。然后是关于骊山4官的介绍，这个4官是真人，但不是把他埋了，而是让他在陵寝祭祀期间给各级官员供应伙食。现场的某些文物上还镌刻了骊山4官这4个字，而且当时秦人的瓜果蔬菜以及肉食品种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，甚至有些副食我们现在都不能轻易吃到。看完这些，我们准备进入下一个展厅，这个展厅的名字叫地下军团，终于到兵马俑篇了。
这边科普了秦国的军功爵制，说白了就是砍人头升级，但升官没那么容易。白起杀了那么多人，不过是从10级左庶长升到16级大良造，仅仅6级而已。而且白起下场又怎么样？最后说赐死就赐死了。此外，秦国法度那么严苛，再怎么奋勇杀敌，最后可能连罪都消不干净。还吧，商君的恩情还不完。所以每次看到有人吹这种制度的时候，我都希望他们扪心自问一下，白起都这样了，要是换成你们，难道就比他强吗？后面展示的是兵马俑实物，头一件是战袍军利俑，它的头冠和上一个差不多，身上穿的是交领右衽长襦，右手像是持兵器的样子，腰间有系带。这在秦兵马俑坑中属于是轻装步兵的那个大类别，也就是身上没有穿铠甲，武器以弩为主，戈矛等长兵器为辅。而眼前这位的姿势明显就是手持戈矛的那批人了。后一位铠甲军利俑则属于是重装的范畴，因为他身上穿的是铠甲，而军利俑的级别高低取决于头冠和装饰等。这件头冠太高了，看不清楚，但胸前只有铠甲，没有打很多结，所以这件只是个中级军利俑。而高级军利俑也就是将军俑，咱们刚才看过了，胸前有很多的装饰。至于士兵嘛，则只说了个偏记，连像样的冠都没有。后面的立射武士俑、跪射武士俑，前面我们都见过了，就不多说了。然后是一件骑兵俑，不过附近没有马匹。骑兵俑的一个特点是右手有一个牵马缰的动作，这个其实不太明显。它的另一个特征是穿着窄袖子的胡服，和前几个宽袖子的不一样。如此看来，胡服骑射不止赵武灵王一家，但凡脑筋正常的，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，不方便的就等死吧。再往后是一组车马，当然车已经烂没了，只剩下人和马了。配置是一辆车配4匹马，中间的2匹马叫做辅马，它们直接和车连到一起，是战车的主要驱动力，相当于是油门和刹车。外侧的2匹马叫做参马，也有将右侧的马叫做飞的。屈原国殇中有左参一息右任伤之句，指的就是外侧的马匹一死一伤。这2匹马负责装饰和转向，相当于战车的方向盘。一辆战车上一般配置3个人，中间伸手拉缰绳的是御者，负责驾驶战车。左侧那位是车左，一般手拿弓弩，负责远程攻击。右侧那位叫车右，一般手持戈矛等近战武器，负责防护战车。下面我们进入执锐同行篇，兵马俑一定要有兵器。现场的兵器包括秦国的戟，它和后世的方天画戟造型完全不同。其他能保留下来的长兵器和秦戟一样，大都是金属兵器头，木杆烂没了。但也有例外，比如有一根 2.87 米的长戟就被完整保留下来了，而且上面还有残字，显示它是在秦王政4年由相邦吕不韦督造的。这种规则叫做物勒功名，说白了就是谁做的谁留名谁负责。此外，现场还有弓弩之类的展品，不过真正的文物只是上边的青铜构件而已，而木质的弓弩本身则是后期复原出来的。另外，现场还有一套石胄加石铠甲，这是专门给秦俑打造的装备，摆造型用的。真人用的是皮胄或者铁胄，但那些远不如这套石甲胄保存的更完好。历经2000多年之后，它依然是完好无损的。最后是若干长剑，远看长剑的时候就感觉它很长，攻击范围一定是很远的。近看长剑的时候，感觉它特别锋利，哪怕在地下埋了2000多年，它也一直维持着锋利的状态。下面我们进入珍禽异兽篇，这也是随葬品中的一环。现场能看到一只青铜鹤，它身上有大片的白色彩绘，其所用的颜料则是用骨粉制作而成的，而且它这个神态和造型是非常自然的，说明秦始皇的园林中一定养着真正的仙鹤。只有见过真仙鹤的工匠才能把铜仙鹤做得惟妙惟肖，并用白色的颜料复原出仙鹤羽毛的色调来。现场的铜仙鹤不止这一只，还有很多不同体位的仙鹤，不过这些大都锈蚀比较严重，观感远不如刚才那一只。后面有一只青铜天鹅，造型非常优雅，可见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会晚于汉朝。另一只说是青铜鸿雁，如果没有展牌的话，可能我会把它认作鸭子。再往后是一个祭子俑，其身穿长襦，右臂高举，腰系隔带，双腿做跪姿，这个姿势就是祭坐，也就是坐在脚后跟上。
后面有2个俑，坐姿和前者是一样的，区别在于2个人一个手拢在袖子里，一个放在外边。可能这时候会有人在弹幕里问，他们和珍禽异兽有什么关系？答案是，这些是在马厩坑出土的陶俑，是旧院的管理人，所以就放在这儿了。下面我们进入百戏作鱼篇，我们率先看到的是一件积聚姿俑。这位身穿长襦，也没有铠甲，坐姿是积聚姿，也就是席地而坐，双腿前伸。这不是一个礼仪场合应有的姿势，要么是日常坐姿，要么是故意侮辱别人。比如刺客荆轲就对嬴政摆过这种姿势。后面的百戏俑，其右手向上指，左手缺失，身上穿的衣服很少，2条腿的姿势则是在金鸡独立，其右手向上的姿势一般认为是在表演旋盘杂技。这种杂技历经数千年后被一路传承至今，我们经常能在当下的晚会中看到此类的杂技节目。但后一件百戏俑，其双手向前，像是举着重物，但究竟在表演什么，现场展牌也没说。我们根据这个姿势猜测，他可能是在表演大石碎胸口，而后一件陶俑则是他表演结束之后的状态。再往后，我们进入乐府四音篇，现场有一件错金银乐府钟，保存的还算完好，甚至上边的错金银痕迹直到今天还是清晰的。它的最上端刻着乐府2个字，说明乐府这个机构的历史绝不会晚于秦代，之后则在汉唐被发扬光大了。然后是六博成局篇，所谓六博是秦汉时期的一种游戏，现场展示的一个汉代六博俑，但这些都是图片，实物则是一个秦代的石博琼，可以理解为一个古代骰子，上面刻着数字和代表输赢的字儿。之后简单介绍了复葬墓园，指的是将死去的宗室和大臣都葬在秦帝陵的附近。按道理来说，这时候已经不搞活人殉葬了，但葬进来的人仍然有很多是非正常死亡的，比如有的头骨就插着箭足，所以有专家推断这是被秦二世杀死的兄弟姐妹。不过随葬的物品倒是有点精致，甚至还有金骆驼、银骆驼之类的物品。此外还有精致的乐舞俑，细节做得挺到位的，这个造价可一点都不低了。最后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兵马俑博物馆本身的历史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人们发现了在地下深埋2000多年的秦兵马俑。我们在博物馆的现场还能找到当初留下的资料，此外还有一些老照片，重现了当初发掘、修复兵马俑的过程。博物馆建成之后，第一位参观这里的外国元首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，附近还展示了早期的参观券，看起来很有年代感。而博物馆的陈列也是几经迭代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。另外在近10年，这边还办过一些临展，而且花样还不少。以上这一切都是几代人历尽艰辛所传承下来的结果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这个主展厅，也逛完了一整座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。这一天走下来，脚都没力气了，感觉就是壮观宏伟。但别忘了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馆之间还有一段距离，那边一整座的城垣之内才是秦始皇的长眠之地，而兵马俑所在的位置对于帝陵来说已经是非常靠外的区域了，所以秦帝陵辐射区的宏大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。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一切，不过是秦始皇地下世界中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在2026年的寒假期间，我可能还会去西安，只要我能挤出时间来，我就会到秦帝陵博物院，把那边的看点拍下来，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期待一下。也不知在有生之年还能见证多少秦帝陵的现场细节。这事儿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，干脆就不操心了，一切随缘。只要自己坚持前进，不断记录沿途的每一处风景，便已经足够了。多年以后回头看，才会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很远的路。如今读城已满3年，脚步仍不停歇。我们下次旅途不见不散。